道的是，不行，我才不想让妈妈生气呢，还是让妈妈生你的气吧。反正姐姐也经常惹妈妈生气，就跟她说是你做的。嗨，大家好，我是 Paco。那今天呢，我们又要来讲依依的 Zoo 啦。之前我们讲过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故事，叫做7个房间，大家还记得那种阴森的感觉吗？没错，今天我们又来讲其中的另一篇，叫做小事和杨子，同样非常具有黑依依的阴森风格。女主呢是个14岁的初中生，所以今天就是制服 Q 现实返场。那我们这个故事的女主角是2个双胞胎姐妹，姐姐呢叫做远藤杨子，妹妹叫做远藤小世。虽然是双胞胎，但是她们的待遇差了非常多。妈妈非常讨厌姐姐，就是我们女主角杨子，喜欢妹妹小世。她讨厌姐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动不动就是会家暴虐待姐姐。那故事就是以姐姐远藤杨子的视角来展开的。那故事上来的时候，依依这样写道：如果妈妈想要杀死我的话，会采用什么方法呢？比如可能会像平时那样用坚硬的东西殴打我，也可能像平常一样勒紧我的脖子，亦或是把我从阳台上推下去，制造自杀的假象。一定是这样，我想，还是制造自杀假象这种方法最好。当被我的同学们和老师们询问起来的时候，妈妈一定会这样回答。远藤杨子平时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她一定是忍受不了烦恼才自杀的吧。然后所有的人都不会怀疑我的自杀了。最近妈妈虐待我的行为变得更加直接了，而且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肉体上的折磨。孩子还小的时候，大人本是应该比较间接委婉地表达对她的厌恶的，但妈妈给妹妹买了蛋糕，却故意不给我买，给妹妹买了新衣裳，却什么都不给我买。妈妈始终在精神方面折磨着我。杨子，你是姐姐嘛，凡事要多让着点儿，这是妈妈一贯的说法。虽然说杨子跟小世是双胞胎姐妹，但是姐姐杨子日子过得非常的惨。那么在她的视角里面，她的妹妹小世又漂亮又活泼，笑的时候会像花儿突然绽放的样子。在学校，她也备受同学和老师的喜爱，有时候她会把吃剩下的食物留给我吃，我也很喜欢她。这里非常的以意啊，就是用一种很天真的口吻在讲一件非常绝望的事情。还没完，我们继续看。那么妈妈虐待姐姐远藤杨子到什么程度呢？她说，妈妈总是故意不给我做饭吃，这样一般情况下我总是饿着肚子。可是我私自打开冰箱找吃的，妈妈就会用烟缸扔过来打我，因为怕被砸到，我也吃不成零食。有时候饿到气息奄奄，小世会把装着吃剩食物的盘子递过来。说心里话，那一刻妹妹在我眼里简直就是天使，一个把奶汁烤菜和吃剩的胡萝卜放在盘子里的长着白翅膀的天使。那即使看到妹妹把吃剩的东西给姐姐杨子吃，妈妈也不会生气，因为在妈妈的眼中，妹妹小世做什么都是可爱的，所以几乎从来都不训斥妹妹。那姐姐杨子呢，说了声谢谢，就狼吞虎咽的接过吃剩的东西听你吃，所以在家吃剩下的食物也是她的家常便饭。那么杨子经常会想，如果这个家有爸爸就好了，但事实情况是这个家是没有爸爸的。我们家没有爸爸这个人，从我记事起就是我和妈妈小世3个人一起生活，直到现在我中学2年级，这样的生活仍然在继续。没有爸爸这件事情对我的人生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并不知道。如果有了爸爸，妈妈也许就不会打断我的牙齿，也不会用烟头戳我。杨子就想，也许如果有爸爸在的话，他的性格就会像小世那样阳光明媚，讨人喜欢。也许有爸爸就会怎样怎样，所以他会把很多期许放在爸爸身上，但其实这个人从头到尾在这个故事里面并没有出现过。那么妈妈和小世都是有他们自己单独的房间可以睡的，但是女主杨子没有自己的房间，她和所有的杂物住在一起。但她也很懂事，她说我几乎也没有什么东西，所以不需要多大的生存空间。那么她除了学校的一套制服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衣服了。在家里她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条被褥，就是她可以抱着那个被褥在垃圾桶旁边睡觉。有时候她睡觉的时候会想要哼点歌，
歌什么，但是要非常小心。不得不小心的是，我不可以盯着妈妈和小诗那里看，一旦眼神相对，妈妈就会把菜刀直接扔过来。被褥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像猫一样蜷缩在里面睡过去，身上就不会感到疼痛。那每天早上他都不吃饭就要出门，因为如果早上起来待在家的话，就会被他妈翻白眼，就想说怎么那么烦，怎么还不出门？所以他几乎是天天饿着肚子出门的。那么有时候他会看到妹妹小诗走路的时候，就是头发也随风飘荡啊，就是很开心啊，他很羡慕妹妹那种阳光明媚的感觉，但他却觉得自己是非常的阴湿，是生活在那种阴沟里的感觉。书里还写到说，我对个人电视剧或者是歌手之类知道的非常少，因为如果看电视的话就会惹怒妈妈，所有电视生活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正因如此，我跟大家也没有话题可以聊，在学校里呢，我也没有朋友，休息的时间我只能趴在桌子上假装在睡觉，所以小诗的存在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灵支柱。因为在学校大家都不愿意跟我讲话的时候，小诗会过来跟我讲几句话，而且因为小诗是个非常受欢迎的女生，虽然双胞胎长得一样，但是就是天差地别，小诗就是很受欢迎，所以因为小诗受欢迎，我就是杨子也连带的觉得有点骄傲，虽然杨子本人并不受待见。那么这天一个人放学回家的时候呢，杨子走在路上，突然发现路边有贴着一个寻狗启事，上面写着某条小狗不见了，然后贴了一张小狗的照片，说这个小狗的名字叫做阿苏，在哪里失踪之类的。然后他看了一眼就走过去了，他没有心思留下来多看，是因为他手腕正非常的痛。没错，昨天晚上他又被妈妈打了，这手腕这边是全都是淤青。被打的原因是因为妈妈在浴缸里面发现了长头发，骂他怎么那么恶心，不收拾干净。但其实他收拾干净，那个头发是他妹妹小诗的，可是对于他来说，他已经不敢去辩解了。他说，因为我的头发和小诗是一样长的。但跟心情烦躁不堪的妈妈是什么都讲不通的，所以我始终沉默着，就被他妈一顿暴打。打完之后那个手肘不是淤青了嘛，所以他到学校就很痛，想去医务室看看。那么医务室的老师看到说，你的手怎么会这样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他只能撒谎说就不小心摔的，因为他不敢跟老师说被妈妈打的事情，因为妈妈在家里拿着他的手，就是要放到那个搅拌机里面，就一边要放进去的时候，一边就恐吓他说，你在家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妈妈之所以打你，是因为你是个坏孩子，可是这件事情不准对任何人说，明白吗？你要是说的话，我就不按搅拌器的开关，你要是听话的话，我就不把这个开关摁下去。这个开关就搅拌器，就是他还把他女儿的手给搅烂掉。因为太害怕了，所以杨子只能不敢跟任何人讲在家里发生的事情。到了学校呢，也只敢跟医务老师说手是不小心摔伤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妈妈，她其实是个什么样的妈妈呢？在杨子描述中说，妈妈不善与人交往，她在我的面前虽然张牙舞爪的像个恶鬼一样，在外面却是少言寡语的。虽然为了抚养2个孩子而工作，对别人却总也不会想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从本质上说，也许我和妈妈是相像的，而且2个人都同样的对活泼外向的小诗充满强烈的崇拜之情。妈妈在工作的地方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心情不好回了家，看见我就忍不住拳打脚踢了。她会嘶吼着说，你是我生出来的，要你死要你活都是我的自由。但是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杨子都在想说，还不如说我不是你生的，那样更好。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子每天在学校呢也被其他人欺负，就有同学说，你到底跟小诗是不是双胞胎啊？怎么会一个这么好看，一个那么恶心？大家都喜欢小诗，都讨厌你啊！还有人说，听说你身上全都是乌青块啊，来，把衣服掀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反正就是各种霸凌他的、恶心他的同学，让他在学校的生活也非常的痛苦。所以这一天放学之后呢，杨子又是一个人非常落寞的走到公园发呆。他虽然很不喜欢大家对他说话的方式，但是他又不知道如何去让大家闭嘴，就是每次都在心里活动而不说出来，是个非常非常内耗的人。那他就在公园一个人待着，不知不觉的时候，身边突然多出了一条小狗。他看到那个小狗就很可爱的样子，然后还带着项圈嘛，他就一看，发现这条狗是昨天好像那个寻狗启事上面登的那一条叫做阿苏的小狗，所以他就抱着那个小狗在去看那个启事，发现果然是那个，所以他就沿着那个寻狗启事的地址送到了这户人家。来开门的是一个叫做铃木的老妇人。那么铃木一看到一个初中的女生抱着她的小狗阿苏的时候，就说天哪，太感谢了，没想到就贴了1天就找回来了，太感谢你。整个人就非常激动嘛，就要邀请女主杨子进她的家里去喝杯茶。那杨子一边进去的时候呢，一边心里想说，其实我心里有一个龌龊的想法，就是希望能有点回报。
钱也行，吃的也行，因为我总是饿着肚子，所以只要给我吃什么都无所谓，我都想要。铃木就给杨子端了很多点心什么的，杨子就默默的吃嘛。那一边两个人也有一搭没一搭在聊。那么铃木是一个非常善良热心的老妇人，她很感谢这个女生给自己找回了小狗狗，所以她就说啊，我其实应该有个珍贵的礼物一场送给你，但我现在就是说找不到了，不然你明天再来拿。然后杨子心里想说好啊，因为他和这个老妇人相处的也非常愉快嘛，所以书里写我信誓旦旦的保证自己还会再来的。约定好以后就决定回家，外面已经黑了下来，铃木把我送到大门口，被人亲自送出来，对我而言是件新鲜的事情。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被人送过呢。于是就到了第二天放学之后呢，杨子又来到了铃木家门口。那么铃木就很开心的开门，就请他进去了嘛。铃木就说实在不好意思，杨子，昨天说好要给你的礼物，但是我今天还是一直没有找到。不如这样吧，你今天就是留下来吃个饭，我招待你。昨天因为狗狗刚回来，所以我也来不及弄，今天就是在我们家就吃顿便饭再走，作为我谢谢你。杨子当然觉得很开心，因为他在家里根本就吃不饱，所以他就点头留下来。那么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话题要聊嘛。这个老妇人就会问说，哎，那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啊？或者是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啊？在被问到这些话题的时候，杨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如果把他的事情全盘托出，他真的很怕回去被他妈把手给搅烂，所以他就开始撒谎说，家里呢有一个妹妹，还有妈妈，这个部分是真的，三个人呢是相亲相爱，然后妈妈呢就对他很好，虽然没有爸爸，但是三个人幸福的生活着，妈妈会对我们很好，在我和妹妹过生日的时候，给每个人买一件同样颜色的漂亮衣服，衣服是什么款式的，怎么样啊，他就开始往自己臆想那个方向在撒谎，一边说完之后，他心里又觉得很不是滋味。那么听完这些，铃木就觉得哇，你妈妈真的是很厉害，然后你知道吗，就一边夸赞说，那你在学校的生活呢？杨子就说，学校的话，同学对我也很好，有很多朋友，然后也开始撒谎。总之说到后来，他也觉得自己有点扯不下去了，他就说，哎，你家有好多书啊？他说好多书，看上去很好看的样子。他想扯开话题嘛，因为他们家有个大书架。铃木老太太就说，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借走啊，你想要看什么我这里都有，还有很多漫画。杨子说好啊，所以他就借了一本书。他心里想说就借一本，书里就写，之所以只选了一本，是因为可以很快的读完，这样的话就能在明天来铃木家还书了。一方面我也怀着也许就再能吃到好吃的东西的这种少女的天真期待，另一方面我也能再次见到铃木和阿苏。我真的想和铃木多说几句话。坐在铃木家里和铃木还有阿苏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屁股就像生了根一样，懒得站起来。虽然那时候还发生了很多痛苦的事情，可是我会经常到铃木家去，基本上每次我都会借一本书，这样每回都要去还。铃木给我的如此宝贵的东西，是无论再过多久我都找不到的。作为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一个人，铃木给自己投予的善意，让杨子觉得出娘胎以来第一次感到幸福吧，所以他总是想要跟这个老太太可以多相处一点。那么一来二去，他们每次吃完饭就会去河边散步啊，然后一起去遛狗啊，对阿苏去玩啊，也更加了解了彼此。那有一次在散步的时候，铃木就突然对杨子说，杨子，你知道吗？其实我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外孙女呢，是我女儿生的孩子，但是已经快要3年多没有见到她了。是吗？她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吗？如果想她的话，给她写封信怎么样？就说想请她吃好吃的，随便她想吃什么都行，让她来挑，这样她看到的话一定会来的吧。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其实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当时你把阿苏带回来的时候，我有说过要送你一个珍贵的东西，但其实那个东西并没有那个东西，我是撒谎了，我仅仅只是想说再看到你而已，所以说了那样的话。对不起，这个你拿着吧，这个是我家的钥匙，以后你想来就来，你随时都可以来玩，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那么杨子看到这把钥匙，突然有种非常心动的感觉。书里就说，我连连点头，我觉得这个主意好极了。以前我总后悔着自己的出身，不知道多少次爬上高楼的楼顶，穿过防护网，一边被狂风吹得涕泪横流，一边在跳与不跳之间徘徊。哪里想到会有今天这样从天而降的好事。为了时刻给自己这样的力量，所以杨子很开心的把这个钥匙夹在了他的书之间，把它来替代书签。
就这样呢，日子就过了没多久。这一天呢，在学校上课嘛，然后呢，妹妹小世因为没有带数学书，所以她就跑过来问杨子借。那杨子其实自己下午也有数学课，但是因为妹妹开口了，所以他就想说，那就先把书给妹妹吧。但是没有想到，上完课之后，小世没有把书给还回来，一直挨到下午轮到杨子上课的时候，他还没有书。那么杨子本来很紧张，但是他想说，数学老师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和气的男人，虽然我跟他没有说过话，但是我看到他和小世在走廊里亲切笑着讲话的样子，觉得他应该会原谅我。但是没想到上课的时候，这个老师对着杨子就是一顿臭骂，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把书带来？杨子就说，我把书寄给妹妹了。没想到这个老师说，太不像话了，就这样把过错推给别人，简直不敢相信你和一般的小世同学真的是双胞胎吗？你就不能注意一点自己的仪表吗？老师说这个的时候，教室里其他同学就哄笑起来了嘛。杨子就这样又被当众臭骂了一顿。那么下课之后呢，他妹妹才装模作样的过来还书。那么说啊，姐姐你不小心被骂啦，实在不好意思，不然今天放学之后我请你吃汉堡吧，你想吃吗？那么一听到有汉堡可以吃，本来伤心的杨子又突然觉得好像一切都可以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加入过小世跟他朋友的群体，他觉得小世愿意带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去吃汉堡是件很开心的事情。那么他们4个人放学之后呢，就来到了麦当劳。那么当中就有朋友说，哎，远藤洋子，真不敢相信，为什么就只有小世有零用钱，你却没有啊？然后被问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杨子也不敢说。反正这个故事里的所有人呢，其实都在针对杨子，疑的写法有点极端。那么在听到这话的时候，杨子也不知道作何回答。那终于轮到开吃饭了，吃饭的时候终于要吃了，坐下来了，才发现明明就有4个人，可是就点了3份套餐，因为是小世买的嘛。那杨子就看傻了，他想说，那我的那份在哪里呢？另外3个人都有，不是说也是来请我一起吃的吗？怎么只有3份，但是我的份就没有呢？他很想问出这句话，但是话到嘴边又被咽回去了。那么另外的同学还有他妹妹小世就吃得津津有味哦，大家其实就是来看他笑话的。吃到后来呢，小世就说这个好了，我吃完了，我不想要了，就把吃剩的汉堡往前一推，就推到了杨子面前。那杨子就看这个汉堡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嘛，旁边同学就说，你该不会真的吃他吃剩的东西吧？结果妹妹就说，当然啦，我姐姐经常吃我吃剩下的东西，在家都是这样子。说完之后呢，他又转过来看着杨子说，姐姐你就吃吧，不然你看大家都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就当着大家的面吃一次吧。杨子最后呢，拿起了剩下的汉堡之后，狼吞虎咽起来，然后在场所有人就哇，就好像是看到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一样。那么吃完之后呢，大家都回家了，就剩他自己一个人默默地走回家。他因为可能吃的太快太多，感觉肚子很堵，再回想起刚才大家的眼神和妹妹的口气，就觉得心情很难受。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又想到了铃木，所以他想去铃木家里看看。走到铃木家的时候呢，铃木说，今天你来啦，但是就开始咳嗽了。杨子就问他，你怎么了？发现了杨子有点不开心，铃木就说，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去旅行吧。可能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杨子有点当真了，说，真的吗？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去那种去了就不回来的旅行吗？铃木就说，可以，带着阿苏一起去。这个时候杨子就笑了，他想想就开心，可以离开妈妈，离开这个妹妹，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学校，永远不回来。但是呢，这件事情呢，目前来讲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从铃木家里出来之后，他还是要回家。那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妈妈的眼色很疲惫，可看到我的一瞬间，表情又变成看见什么怪东西似的。但是小世在卧室叫他的时候，妈妈的表情突然又变得温和起来。小世通常都会比我早回家，所以他会待在卧室里看电视，那我是不会被允许进入卧室的。如果我已经允许进入卧室看电视的话，妈妈8成会让我光着身子在路上走路了。妈妈走进了卧室，我就是暗暗庆幸今天没有被打出淤青。那么在外面的我可以听到里面妹妹小世和妈妈的对话，就听到小世在说，妈，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姐姐都很奇怪，每天放学都很晚回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杨子在外面突然就一个机灵，他想该不会要说什么嘛？结果呢，妈妈就问他怎么了，然后妹妹就说，
好像是交了什么奇怪的朋友吧。我看他书里还夹了很多杂志、漫画什么的，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他哪里会有钱买那种东西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体温在下降。妈妈从卧室走出来，看到我，当我不存在一般，在我面前开始翻我的东西。在杂物间里，她把我的教科书都翻出来之后，看到了3本我问铃木所借的小说。妈妈就开始质问他这些书是怎么回事。杨子就说是他借的，结果他妈一个过来就把他掐死了，摁在地上，说你根本没有那么多朋友吧，你只会被别人讨厌，是从书店偷的吧？妈妈，我每天这么辛苦工作，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过不去？这个时候呢，妹妹小事就从房间里走出来，看着这一幕说，哎呦妈，就原谅他吧，他大概只是一时冲动啊。妹妹这样子一劝呢，妈妈就突然说，小事真是个好孩子呢。转眼呢就凶神恶煞的对着我，就是杨子开始掐他。不要！我一边挣扎着，一边呻吟，请你发出这种声音，我就烦得要命。我把你养到今天，你就不能多少尊敬我一下吗？我感到妈妈又加重了手的力量，我逐渐发不出声音来了，无法呼吸，甚至连求她停下来这样哀求的话都说不出来。有一瞬间，自己好像窒息了。再有意识的时候，我已经躺倒在地板上，流着口水。凶神一样的妈妈从高处俯视着我，你还是死了算了，再过不久我一定杀了你。双胞胎的姐妹之间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无论你说话还是走路全都让人讨厌。妈妈没收了3本小说，然后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的血顺着氧气从脖子一直向上涌去，心脏也砰砰地跳着。我躺在地板上动弹不得，心里已经决定要逃出这个家。再这样下去，待在这个家就危险了。稍有不慎惹出什么事端，把妈妈激怒了，她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杀掉我。我确信，和铃木还有阿苏3个一起远远地离开这里吧。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地想事情的时候，我又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事，铃木给我的那把宝贵的家门钥匙正夹在妈妈拿走的书里面。被妈妈暴打之后的第2天呢，是周六。妈妈一说有事就出去了，说她晚上6点多才回来。那么小事也跟同学出去玩了，家里就只有我，就是杨子一个人。杨子想要进妈妈的房间，把那个夹在书里面的钥匙给拿回来。他平时是绝对不敢进妈妈房间的，因为进去肯定是会被打死。但是他真的很想拿回那把钥匙，所以他无论如何都得进去。所以他就默默地进了房间之后，刚想去翻找3本书的时候，就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动静嘛，他就赶紧吓死，然后就钻到这个床下面。然后他钻进去就大喘息的时候，就突然发现门开了，然后有人进来了。他通过床底的那个袜子看出去，才发现进来的人是他的妹妹小事。小事不知道为什么就提前回来了，然后他就在妈妈的房间里面磨蹭，不知道在干嘛。杨子就在床底下趴着，就看到小事直接走到书架前，开始注视着架子上摆放着的 CD。他就想要抽几片出来，他原来是来拿 CD 的，但是他拿的过程当中，没想到就一晃，然后哐的一下 CD 倒下来，砸到花瓶，然后花瓶打翻，紧接着花瓶的水就哐的一下全倒到了妈妈的笔记本电脑上面。然后小事就就尖叫一声，就知道完蛋，闯大祸了。因为这一切正好是对着镜子的，所以在床底下的我杨子看到了一切。我看到他立刻将花瓶恢复原位，可是一切都迟了。镜子里映出小时煞白的一张脸，低头看着湿得一塌糊涂的电脑。他慌忙无措地注视房间，不久脸上又浮现出笑容来。他走了几步，到了一个穿衣镜映不到的地方，然后在那里不知道忙碌什么。然后杨子看到小事掏出了3本书，那3本书正是昨天妈妈就是没收的铃木家借来的书嘛。拿了书之后，小事再把案发现场收拾一下，拿着铃木的书就走出房间了。走出房间之后，在床底的杨子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很快就明白了小事为什么要拿着书离开了。妈妈回来以后看见水浸着笔记本电脑，一定会想这究竟是谁干的，小事和我是哪一个干的。若是那几本从我这儿拿走的书消失不见了，妈妈就一定会认为是我为了取回它们才进房间弄倒花瓶的。我能想象出妈妈前所未有发怒的样子，如此严重的事件还是第一次发生，我无疑是要用死来要求赎罪。我回想起昨天妈妈的表情，凶神恶煞般俯视着我，像是戴着胶皮面具一样的脸。想到这里呢，我就浑身冒汗，
就悄悄地爬了出来。就是万念俱灰的杨子此时此刻就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铃木。他想去老太太的家找铃木，但是他失魂的落魄来到铃木家摁门铃的时候，没想到这次开门的人换成了另外一张从来没有见过的脸，跟他差不多年纪一个女孩的脸。这个女孩就一脸就是不爽的看着摁门铃的杨子说：“你谁啊？”杨子就说：“铃木呢？”这女孩就说：“哪个铃木啊？我也姓铃木啊。不过你说的应该是我外婆铃木吧？她死了。”死了。然后就听到面前的女孩带着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就说：“今天早上邻居们听到狗不停的在叫，找来的时候才发现它倒在门口已经死了，好像是死于感冒。唉，好不容易才休息一天，从大早就被叫出来，真是烦死了。”然后就听到有妈妈的声音在里面说：“慧里是谁来啦？”小女孩说：“不知道，好像是来找外婆的。”所有的声音就离杨子越来越抽远，越来越抽离。杨子就觉得整个世界在恍惚，他难以想象铃木死了，所以他垂头丧气的只能走去公园了，在那个小公园里面发呆，想说接下来该怎么办。他还是不能相信铃木已经死了这件事情。那么时间就一分一秒的过，眼看太阳就下山，快6点了。然后他就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从不远处晃过，他才发现，哎，那个就是他妹妹小世。他就不加思索的立刻冲上去就喊他说：“小世！”然后妹妹一看是他在这里，就很惊讶。这一次杨子决定鼓起勇气，他上来对小世说：“你在妈妈房间里做的那些事情我都已经看到了，拜托你去老师跟妈妈交代，说那是你做的事情吧。”你怎么知道那是？不行，我才不想让妈妈生气呢，还是让妈妈生你的气吧。反正姐姐也经常惹妈妈生气，就跟她说是你做的。可是花瓶明明是你弄倒的，不是吗？唉，真是笨死了，就当是你弄的啊。妈妈回来的时候你就跟她说是你弄的就好了，你就跟她好好道歉，不就好了吗？听到这个话，杨子一瞬间就觉得有种血液倒流的感觉，对着自己的妹妹，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瞬间突然有一个念头闪过她的脑海，书里就写说：“我喜欢她，发自内心。”可是这已经是10秒前的事情了。想到这里，先前堵在胸口让自己呼吸不顺的东西融化掉流走，呼吸也顺畅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杨子对妹妹说：“可是妈妈已经看出来是你做的了。刚才你去便利店买东西之后，妈妈就回来了。我站在玄关，听到妈妈在大吼，她说 CD 摆放的顺序不对了，一定是小事干的。所以拜托你回去跟他老师交代吧，就承认好不好？”我才不要，不可能，怎么可能知道？我才不要像姐姐那样挨打。这样的话，我替你跟他赔礼道歉吧。我们把衣服换一下，你假装成是我假装成是你，然后我替你去受罚。啊，这样不会露馅吗？没事的，我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只要你装得像我平时那样闷闷不乐的样子，低着头走路，妈妈就一定会以为你是我的，然后我装作你的样子，这样她就只会打我，不会打你了。听到这里呢，妹妹小世眼珠子转了一圈，想说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既然姐姐甘愿替自己受罚，那就换衣服好了。因为两个人的制服一个新一个旧，一个臭一个香，所以通过衣服呢也是可以来辨别他们的区别的。换完衣服之后，那个脸就是一模一样的，再加上换一下走路的姿势，还有整个人的感觉，真的很难区分他们的感觉。所以就这样，妹妹想着让姐姐去受罚。我目送她走向楼房的入口，然后靠在楼房前生长的树干上，眺望着被夕阳染红的街道。刚才还在她手里拎着的便利店袋子，已经转移到我的手里，在我的膝盖旁沙沙作响。骑着自行车的少年从我眼前经过，扒着长长的影子又离我远去。挂在空中的云彩像是从里面发光一样的红。小世，听见有人这样喊着，我回过头，看见是住在一个楼里的阿姨。学习怎么样呀？还在用功？阿姨那样问道。还行吧，我回答。这之后突然扑通一声，什么东西从楼上掉下来，就听见阿姨啊的一声惊叫，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和我一模一样的一张脸躺在了地面上。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不知道大
觉得怎么样呢？也就是说，故事的最后两姐妹互换了身份之后呢，妹妹假装成姐姐到家，然后啪了一下从楼上摔下来死了。是谁杀的？不言而喻。那么故事的最后呢，就是还幸存着的姐姐假装成妹妹回到家，然后妈妈说赶紧写下遗书，你是好孩子，妈妈最喜欢你了。妈妈一边夸她，一边让她写遗书。妈妈以为来的这个是妹妹，然后让她给已经死掉的姐姐假装写遗书来蒙骗警察。所以警察来了之后问话，一切就感觉是这个姐姐她是自杀的，各种不如意呀，从楼上跳下来啊，那显然是妈妈杀的嘛。但是姨姨她就没有在这边明显。故事的最后呢，就是结束了一天的警察的审问之后，妈妈也很疲惫，然后我也很疲惫，打算要睡觉了，但是我却没有真正要睡觉。我默默地整理好了所有的东西，走出家门，我跑向铃木的房子去接阿苏，因为我记得婆婆死了，没有人照顾他，所以如果阿苏要被送给别人的话，我也很担心。所以故事最后是我离家出走了。那么阿苏看见了我，开始摇尾巴，很开心。我解开绳子，把阿苏带走了。那故事的最后一段写道：我和小狗向着车站的方向走去，怀着一种不能参加铃木婆婆与杨子的葬礼无比抱歉的心情。我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活，身上没有1分钱，弄不好会饿死。而且我也自信有一副铁打的胃，就算吃小饭馆的剩饭或是切剩的胡萝卜那种东西也不会拉肚子。我紧紧握着口袋里的钥匙，心里喊着好，开始吧，告诉自己无论怎样都要活下去，不禁热血沸腾。然后结束。也就是说最后幸存下来的姐姐想办法带着阿苏远走高飞了。那她有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活下去？那妈妈最后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杀错了人？那么凶手最后有没有得到惩罚？这一些全都留白了。那么小室与杨子它其实是讲一个有关虐童的故事，并且是一贯的黑乙一的风格，就是平静的发疯，就是用一种非常淡定天真的口吻，然后来形容一个其实非常黑暗和暴力的故事。可能这个小说想要传达的一个母题，就是在一个家庭权力的封闭的系统当中，暴力它其实往往是隐秘的。那么这个故事当中最显眼的一个矛盾，显然就是母亲对双胞胎姐妹的她这种极端双标的对应方式嘛。就是小室作为妹妹来说，她是被当作珍宝的，妈妈很爱她，不管她做什么都不会去怪她。但杨子被视为一个就是垃圾的累赘，就长期遭受各种挨饿呀，然后精神虐待呀，然后肉体虐待呀，甚至被剥夺作为一种人的权利，就生活在垃圾桶旁边，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甚至呢也不能上桌吃饭等等等等。那么双胞胎的设定其实是这个故事的一个核心隐喻，就是说小室跟杨子他作为一个一模一样的基调，就是他们同样一个娘胎里出来，甚至是长得也一模一样，但是可以是因为母亲的爱和讨厌获得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这个是我觉得触动最大的一点，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特质，但他可以因为别人对他们的看法来被他们赋予不同的价值。什么意思？就是明明长得也一样，然后也是同一个娘胎，但是妈妈喜欢妹妹，妹妹就是珍宝，就是受人欢迎的，就是大家喜欢的。然后妈妈讨厌姐姐，姐姐就是垃圾，就是不被爱的，让人讨厌的，没有价值的。但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它是不应该取决于父母爱他或不爱他。如果父母爱他，他就是有价值的人；父母不爱他，他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吗？或者说，如果同学老师喜欢他，他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同学老师不喜欢他，他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吗？显然不是。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任何人对他的判断和对他的态度，对他的爱或不爱，而是应该取决于他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和评价。我觉得我是个有价值的人，我就应该是个有价值的人，不应该是别人觉得我没价值，我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点，显然不是14岁的一个小孩子他就能够有的这种意识。对于姐姐来说，她根本理会不到这一点，她只会觉得大家都不爱我，所以我也很不值钱，我也是个被讨人厌的。她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直到老太太的出现，给她黑暗的世界里面短暂的出现了一束光，让她觉得活着原来是也有意义的，让她第一次有了想逃离这个可怕的原生家庭的念头。那么最后乙一安排了这个偷换身份然后活下来的这个概念呢，我觉得它其实非常的乙一非常的日本因为这本书其实很早了，那后期其实也有很多偷换身份这样的故事。我觉得近2年最有名的应该就是绝教吧，女主她偷换身份活下来，包
括绝交跟这个故事也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一个主人公作为一个人，但他生活在一个不被爱的世界里面，他的选择已经无关乎于道不道德了，就是杀不杀人不是道德评判的标准了，而是他能不能作为自己的本能来活下来。因为活着本身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种反抗，他顾不得别人了，也没有什么当个好人坏人，先活下来再说了。这类型的题材我觉得它的争议度是很大的，就是为什么好看的原因在这里，就是我们在做一个小说创作或故事创作的时候，一定是冲突越大，矛盾越大，它才能让读者感觉到被拉扯的成分以及精彩度越大的。Anyway， 反正这是非常日系、非常演绎风格的一个故事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今天这个故事。如果想看这本书里的其他故事，也欢迎点名，因为这本书是非常老了，是老版的书，所以里面可能有些故事它并没有被收录。大家有新版的书的话，也可以 Q 我一下，想看里面什么其他故事，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或者想看其他作家的书，也欢迎告诉我。那我是 Paco，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在下个精彩故事的世界里再见吧，拜拜。